大家好，我们是东建体剧团凯吉1岁的创作者还有演出者，我是林桂如。大家好，我是董怡芬。大家好，我是王仲坤。我们来自不同的创作领域，我是音乐的创作，我是舞蹈创作者。我这次负责的是声音装置的设计。我们其中一个共通点是我们都是毕业于国立艺术学院，不过这一次我们不是因为这样子聚在一起。我们是因为凯吉1岁，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拆解了一台直立式的钢琴，那为什么呢？我想，其实我们看起来都不像是破坏狂，所以我们希望做的并不是一个很极端的反抗，或者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革命。一开始其实是一个灵光一现，这个灵光一现大概要从2年前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说起。那一次阿坤邀请我在师生季这个活动上面来做一个演出。师生季是一个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群热爱声音创作的朋友们一起举办的一场活动。然后它是每个月固定会举办一场。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觉得想要听到更多有关这一类实验音乐也好，声音艺术创作也好，甚至现代乐作曲也好的活动，所以就是由了我的朋友姚仲涵，他就发起了这个活动。那也是因为这个活动，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有志于想要从事这创作的人有一个表演的场合。那就在2012年的时候，我就受邀，师生季办了一个叫驻季艺术家的活动。那时候我就是受邀参与下半年度的活动。那活动的宗旨就是希望，就是主要表演的那个创作者，可以再找另外一个不同领域的，可以跟我一起合作去做演出。那主要目的就是想激发更多不同创作的样貌。那时候我其实就在思考，我就想说，因为我从事声音创作好几年，那一直以来都是独立完成一件作品。那时候也是因为觉得声音艺术这个领域好像其实跟现代音乐有点接近，但是为什么在台湾这两方面的人的交集却很少？那时候因为认识林贵，我就直接想到了小贵这样。那时候就邀他参与这个合作。那时候我就问小贵，那我们要做什么？那其实我们小贵就提到说，其实他有一台小时候的钢琴，那他就说不如我们来做预制钢琴吧。那其实我的角色就是站在一个，其实我是比较有破坏性的，对。所以那时候阿坤就问我说：“我们想要做什么？”我就说预制钢琴，然后他就说：“那要怎么做？”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不然我们先把键拿掉好了。”
剑拿掉，其实跟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它是没有破坏性的一个举动，你还可以把它放回去。但是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把剑拿掉，我失去了我最容易演绎钢琴的一个方式，也许加上阿坤的机械装置，搞不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那也是因为开始拆解钢琴，那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迷恋机械语汇的人。那对于会动、会发出声响的东西，特别让我感到兴趣。那拆解钢琴之后，就发现它里面的装置设计得非常的巧妙。那我们就使用了钢琴里面的一些零件，作为我们延伸的一些媒材。那些延伸的媒材，比方说像照片看到的，就是我们在钢琴上面延伸了出很多的线性的结构。那线性的结构，我们就可以透过肢体直接去拉动这个琴弦。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发展，就是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可能性。那也是在这一次凯吉岁的合作当中，我们就是陆续在发展出更多我们之前没有做到的可能。所以在那一次师生季的时候，它比较是一个音乐性的活动。大家在后面可以看到的是，我用我的手去拉动，延伸出来的其实不是琴弦哦，是丝线。然后呢，阿坤的机械会跟他有一些互动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个简短的影片。所以在那一次的师生季，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当我们把键拆掉，把面板打开，露出那一整排裸露的琴锤的时候，阿坤发出了一个“哦”的声音。那个声音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很单纯的、很直觉的好奇所产生的一个惊叹。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很单纯的惊叹，它成为了我想从师生季一直到后来的凯吉岁，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个精神。在师生季里面，因为我们把钢琴拆开，我们听到了，我们摸到了更多钢琴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声音，然后也探索出更多我可以跟他玩游戏的方法。所以我就想说，还有很多很多的秘密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请了在动健体长期跟我合作的肢体表演者董一芬来加入这一次凯吉1岁的整个构思跟创作的过程。然后我很记得刚开始小贵有邀请我参加的时候，他先给我看了师生季的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很直觉是，我觉得我不能一直在。我觉得我不能太远离这个东西，这一台钢琴被拆解钢琴，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几条线，我就很兴奋，我就说，那把线绑在我身上吧。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就把线放在我所有可以活动的关节上面，然后去活动。然后当然那当下也是真的很神奇，就是很兴奋，就觉得我好像是魔法师，因为我只要一动，就有声音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经验。然后后来很快就陷入一个困境，因为只要把身体绑上很多的束缚的时候，其实你的动作是也有很极大的局限，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那如果我们把线是缝在衣服上面的话，那我的身体其实跟衣服有一点小小的距离，因此我的活动空间又很大，可是也有一样的效果这样。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意外，因为那台钢琴我们可能对钢琴的声音有一些认知，可是在把那些琴锤，然后用棉线不同的方式，然后透过我的身体的力量的不同的使用，那个声音是比我以前知道的还要多太多了。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声音的细节，然后很多声音的质感。然后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探索的精神，然后持续其他的发现。然后我就有一个这个过程中，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好像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声音，我们其实不自觉都已经忽略了。然后我发现很单纯的好奇心，其实它会带来很大的专注力。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发现这个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都会很安静。然后因此我们很安静的时候，所以所有的声音就变得很巨大。然后我们在排练过程里面，我们就非常多的时刻就是互相倾听。
动与不动之间彼此关照，是东监体剧团这个团名的来源，也是我们成立的宗旨。那么东监体剧团是在2006年由导演符宏珍所创立的。我们集合了一群来自不同的领域的艺术家，包括了戏剧、音乐、舞蹈。每一次动见体的制作，我们有兴趣的所展现的是关于动与不动的人事物，而我们更有持续的希望去发掘的是动与不动之间那一个灰色的状态。所以在每一次的制作，我们也许有不同的主题，然后为不同的主题寻找恰当的合作的艺术家们。也为不同的主题来寻找恰当的演出的场域，所以像这次的凯吉，所以我们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温馨的May-L 替代空间。那么每一次无论制作的大小，对我们而言，小剧场、小制作，它不是一个跳板，它不是为了把我们带到更大的剧院或者是更大规模的音乐厅。而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每一个制作里面每一个独特的个体。所以宏珍常常告诉我说，做音乐跟做剧场没有那么不同。音乐里面有独奏、有重奏、有室内乐、有交响曲，甚至可能会有歌剧。但是我想，同样吸引人的不是规模的大小，而是那个背后音乐的声音的本质。所以这一次在凯吉1岁里面，我们希望透过很单纯的好奇，能够有持续的发现，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不平静的时代，是一个不安定的地方与社会。但是我们选择不去论述生命或者是社会的困境，而是我们希望这样子一个倾听、聆听的精神，可以引着我们走到下一步。所以在未来，也许我们会在不一样的地方遇到彼此，也许我们会在不一样的场域再看到各位。希望每一次有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跟我们一起聆听，一起呼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